免死金牌就是逗你玩。看过《水浒传》的都知道，《水浒100单麻将》里头有一个身世最牛的人，他不是超级富豪卢俊义，而是小旋风柴进。他有一句口头禅大家都熟，怎么说的呢？说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家间有先朝太祖世书铁券。那么说这世书铁券是什么东西呢？它也叫单书铁券，用咱们俗话说就是免死金牌。这个柴进呢，他是后周时期周世宗嫡亲子孙，曾经的皇亲国戚。当初柴荣去世呢，前脚刚死，后脚他的心腹大将好哥们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演了一出黄袍加身，假装自个儿喝多了，醒了以后发现呢，手下把黄袍披自个儿身上了。你看怎么办？我要不自立为王，那不是坑这些拥戴我的将士吗？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所以他这么的建立大宋，他就是宋太祖。但是赵匡胤自个儿心里知道这是演戏，也觉得对信任自己的老柴家说不过去，所以呢，他赐给柴家一张免死金牌，就说我发誓以后你的子子孙孙拿这块金牌犯啥罪我都免你一死。所以这叫世书铁券。这个金牌它不是铁的吗？都说金的那是其实是属于恭维呢，其实它就是金属做的铁券。世书呢就是皇上发誓。这张免死金牌有多大威力呢？水浒小说里曾经说过，说这时候他有一个开饭店的主他吹捧这个柴进，说你不知道俺们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唤作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自陈桥让位，有太祖武德皇帝设赐与他世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你看这当时这不挺牛吗？就有了免死金牌，没有人敢欺负他。所以柴进呢，敢公然收留一些犯了大罪的犯人，也不怕朝廷找他麻烦。所以你看宋江武松都在他家待过。但是这个水浒书里边可写了，他即使有这个免死金牌，后来呢，这柴进呢也没当住给抓起来，然后送到监狱里。要不是梁山救他，有可能就完蛋了。最后呢，他跑到梁山落草为寇去。所以可见这免死金牌这用处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大。有人说那水浒不小说吗？你这老梁通史讲的是正史，不能拿这个当根据。那好，咱们这期节目就给大家说说历史上那些真实的免死金牌世书铁券获得者，他最终的下场都是什么。首先呢，咱们得说免死金牌这个东西从根上就不靠谱。谁发明的它呢？历史上最有名的流氓皇帝汉高祖刘邦。刘邦这个人呢，很多朋友熟悉他，读过正史的知道他不学无术，其实就是个小流氓头子，从小偷鸡摸狗，没干啥好事，连他爹都嫌弃他。但这么一个人在乱世当中，凭借着脸厚心黑还真闯出了一番大事业。所以他得了天下之后呢，他也担心，说我这人能耐不大，我就靠脸厚心黑，你说万一我下边这些有能耐的人他们也脸厚心黑怎么办呢？所以呢，他要笼络人心，他就改造了一下当时用来传达命令的符节，在上面呢刻了一句特别煽情的话。这话怎么写的呢？叫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立，国以永存，元吉苗裔。这什么意思？他就说即使有一天呢，这黄河变得像衣带那么宽了，成了条小河了，泰山变得跟磨刀石一样大小了，说白了这也就是说沧海桑田吧。说即使这样，我封赏给你们的土地还会永远存在，还会一直传给你们的子孙后代。这等于是皇上发誓，我要对你们始终好。他还特意呢把竹木做成的符节改成铁制的，刻完以后呢，为了显得醒目，用这个丹砂涂抹，就上红色，这就是免死金牌的雏形。所以那时候官名叫丹书铁券，也就是柴进说的世书铁券，记载皇上的誓言嘛。当然后来由于制作工艺不同呢，有了这银券金券，其实都这东西。所以他最初被刘邦发明出来的时候呢，他还不是免死功能，它是永享富贵的功能，说白了永久饭票，世袭罔替。其实这个丹书铁券从功效上看呢，就跟这男女谈恋爱的时候这男的对女朋友发誓说永远爱你爱你1万年贫贱不移不离不弃但是你看这山盟海誓容易，真做到的有几个呀？何况刘邦是个什么主别人要杀他爸爸，他喊你要杀我爸爸分我一杯羹，
哎，我也要喝一碗肉汤。你看这么一个主，他说的话就更不可信了。所以你看，当初刘邦啊，给这个异姓人，就跟他不是一个姓的，不姓刘的人，总共发出7张代书铁券。结果这7个人呢，有5个人被他杀了，有因为造反的，有因为藏匿敌军将领的。最倒霉的是梁王彭越，他为啥被杀呢？刘邦带兵讨伐叛将陈豨的时候，刘邦让彭越速速带兵来支援，彭越呢称病不去，你就因为这个，刘邦就把他给杀了。说你看这7个人有5个被杀，不有俩没被杀的吗？那俩死的早，没等刘邦收拾他们，这俩人先死了。所以就是这俩死的之后，他的儿子爵位也被剥夺了。所以后来刘邦呢，针对这个7个免死金牌获得者这下场呢，他立了规矩，叫非刘不王，就是不是姓刘的人不能封王，这是汉代后来的规矩。所以你可见免死金牌从诞生那天开始啊，就有点扯淡，就皇上这说话是不算数的。那么说刘邦是流氓，他不可信。那么有些出身于高官显爵的好出身的皇上，他造出的代书铁券应该说是正式的免死金牌，是不是有效呢？也不一定。咱们说一个正经皇帝啊，唐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隋朝末年的时候呢，李渊任太原留守，那个时候他自个儿都没发现自个儿能当皇帝。这时候身边呢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刘文静。这刘文静啊，激发了他的潜能，而且说服了不信任他的裴寂，一起协助他起兵反隋。所以李渊呢最后啊能够坐拥天下，感谢2个功臣，第一功臣刘文静，第2功臣是裴寂。那么大唐建立以后呢，李渊感激刘文静，封他为宰相。李渊呢还给刘文静呢发了2张免死金牌，而且这个金牌不一样，每张金牌啊能免死你10次，2张金牌就20次，再加上你自个儿那1条命。人说猫有9条命，这刘文静有21条命。照理说21条命这辈子足够用了吧？不够用。刘文静一句醉话，21条命全白费。怎么回事呢？这李渊呢后来不待见刘文静，总是打压他，不是降旨就削权。这刘文静呢不举打仗什么是个好手，但是情商啊不太高，政治觉悟有点低，就没想明白这咋回事。他琢磨来琢磨去呢，说你看我和裴寂哥俩一同辅佐李渊，为啥裴寂平步青云，我却处处受制呢？肯定是裴寂记得我功劳，在背后给我上眼药了，打小报告了。所以武德2年的时候，有这么一天，刘文静啊跟自己哥们喝酒，喝多了就发牢骚，说裴寂这个人不怎么地，哪天我非宰他不可。结果就这么一句话被刘文静的小妾给传出去了，传到李渊耳朵里了。这李渊呢就非要砍他脑袋，连儿子李世民求情也不好使。说李渊为什么不待见刘文静，乃至非要杀了他呢？这是因为啊，早在太原的时候，这个刘文静跟李世民就要好。李渊后来把刘文静拨给李世民之后呢，刘文静很快成了李世民就秦王党的核心骨干成员。当时呢，这个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的党争啊刚露出苗头。李渊本来想保太子，那保太子就得打压秦王的势力，所以他必须对刘文静下手。本来刚开始就小打小闹，现在刘文静一句醉话，自己把把柄送人家手里了，能不收拾他吗？所以要收拾刘文静的时候，刘文静就把免死金牌掏出来了，说皇上你看我2张免死金牌呢，还保不住我1条命吗？李渊说了，你这属于啊谋反谋逆重罪，免死金牌不好使。刘文静说我就骂了裴寂2句，我要是弄死他，我也没骂您，那怎么算谋逆呢？你看这时候李渊就说了，说你这个不对，你呀骂裴寂就是骂朝廷重臣，朝廷重臣不是我提拔任命的吗？你觉得他打压你，不是就觉得我对你不公吗？你骂他不就等于是骂我，对我不满吗？你对我不满，这不就谋逆吗？所以你非死不可。你看看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皇上想让你死，免死金牌是没用的，你没罪也能给你整出1条来。这个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呢，唐朝大约有100多人获得过免死金牌，结果呢，其中有1/4的人是被皇上给杀死的，还有1/5的人历史记载不详，不知道后果什么样。可见刘文静在唐朝啊，他不是唯一一个被金牌护体还被处死的倒霉鬼。甚至有人发现了，有免死金牌啊，比没有免死金牌可能死的还更快点。为啥呢？咱们看历朝历代能得到免死金牌的，
除了少量是皇上的心腹重臣以外，大部分都是皇上忌惮的人。为什么呢？皇上忌惮你，才要安抚你，你别惹事儿。但是安抚之后呢，不代表他对你就放心了，你反而还更成了他心头刺猬，他甚至会更忌惮你。你看你这么大势力，又有能力，手头有免死金牌，你会不会放纵自己，更不拿我当回事呢？所以这随着忌惮不断加深，你想伴君如伴虎，这个人离死就不远了。历史上有这么个朝代，就是因为大臣拿了免死金牌，一害怕直接造反把皇帝给灭了。这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后唐呢，有个唐庄宗李存勖，他灭了后梁，梁唐晋汉中，自居为大唐正统。当时第一批拥立他的功臣有3个人，这3个人就被李存勖呢，这唐庄宗赐了免死金牌。一个呢是郭松涛，一个是朱有谦，再一个是李嗣源。这郭松涛死的挺憋屈，就他当时恩宠极盛，树大招风，不少人给他送礼，就有几个宦官眼红不乐意了，跑到皇后那挑拨是非，说他对皇后儿子心怀不满，将来可能这皇后他儿子都当不了继承人了。这皇后也没管真假，因为忌惮他势力呢，也觉得杀了安心，所以这皇后呢，就连皇帝都没请示，自个儿写了一道旨意，给了这个大将李从皙，就这么稀里糊涂呢，郭松涛没经过皇帝就被杀了。第2块免死金牌给了朱有谦，这朱有谦更得宠，当时身居太师和尚书令要职，还被赐以国姓。皇帝亲自给他赐名，你别叫朱有谦了，你叫李继林吧。而且他2个儿子，一个是遂州节度使，一个是中武军节度使，就连他部下当刺史的就有10几个人。你看看他的儿子部下这么多人，掌握着兵权，所以当时很惹眼。他直接死亡的导火索呢，也是得罪了宦官。这宦官跟他要贿赂，他不给。宦官一气之下呢，就天天跑到皇帝跟前说朱有谦坏话，还说那个郭松涛死啊，这朱有谦由这事对朝廷老不满意了。结果你天天这么说，天天这么说，皇帝有点担心了。本来他对朱有谦势力有点忌惮，这下甭管真的假的，先杀了再说，找个机会呢，把这朱有谦给暗杀了。杀了朱有谦之后呢，皇帝不放心，说他势力这么大，这春风吹无声怎么办呢？我得斩草除根。所以当时就派一个叫鲁齐的臣子各个击破，把朱有谦满门都杀光了。杀到朱有谦的老婆张氏的时候呢，张氏临死前呢，拿着丹书铁券问监察官鲁齐说：“这我丈夫留下，是皇上赐给我们家的，我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啥。大人您的文化高，您说上面写的是啥？”把这鲁齐给问的臊的面红耳赤，因为啥？这事心虚啊，理亏。所以这朱有谦、郭松涛都死了，3块免死金牌就剩下最后一位李嗣源了。李嗣源一看其他2人都死了，这有点吓人呐，这免死金牌比催命金牌还要命呢。说那我也别等死了，我干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于是呢，这李嗣源起兵造反，自己取而代之，继位为帝，成了后唐第2个皇帝。李存勖呢，就在李嗣源呢攻打这个皇城的时候呢，让手底下的伶人就唱戏的人给杀了。所以你看这免死金牌啊，成了催命金牌。李嗣源一看我别等死了，我都努力吧，我先动手。其实呢，免死金牌这个东西呢，没多大的可信度。这一点呢，北魏时期有一位大将叫尔朱世龙，他看得很明白。注意啊，他父姓尔朱，名字叫世龙。这是公元528年的时候呢，北魏孝庄帝杀死了当朝权臣尔朱荣，导致呢整个尔朱氏起兵报仇。尔朱荣的弟弟，就我前面说这尔朱世龙，带兵逼近皇城洛阳，把孝庄帝吓坏了。为了保命呢，他就跟着尔朱世龙讲和，说你看咱们这么斗下去2败俱伤不好，要不然这么的，你退兵，我呀就当什么事没发生。为了表示诚意呢，我赐你一张丹书铁券免死金牌，怎么样？尔朱世龙回答这句话算说到点子上。他怎么说？他说今日2行铁字何足可信呢？就那么2行铁上面刻2行字，你说我能信你什么？没用啊。所以最后他还是攻进洛阳，逼死了孝庄帝，改立东海王为帝。所以说白了，用句现在流行话说呢，无论金牌怎么写，最终解释权都在皇帝手里边。所以这免死金牌啊，不过是皇帝给大臣的虚假承诺而已。皇帝一发怒，这免死金牌就是个逗你玩。古代侦破手段之3，绝术。头2期节目啊，我分别给大家说了古代侦破手段中的审讯方法5听和尸检技术。
那么这个是古代办案呢获取证据的主要途径。但前面这两种手段呢，虽然让我们大开眼界，但相对于复杂多变的案情来说呀，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也就是说，不是所有案件都可以通过舞听和验尸来找到证据，有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来取证。在古代呢，这种非常规手段呢被称为绝术。这个绝是欺诈狡诈的意思，咱们有个成语叫波谲云诡，这个绝就是欺诈狡诈的意思。表面上看呢是贬义词，但是用到侦破上呢就完全相反了。中国古代有一个著名的刑侦典籍叫《折狱归鉴》，就曾经正式提出过办案呢应该采取正绝结合的方式，并且称呢尽心君子不可忽也，意思是呢尽心做事的人呢，你不能忽视这个绝术的重要性。绝术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类总结只有3种，一个是诈，就是欺诈的诈；第二个是诱，引诱的诱；第三个是挑，挑拨离间的挑。下面呢，我就通过这个中国古代史书里记载的3个经典案例，给大伙说说古人是如何通过绝术来获得证据的。第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诈。诈呢，其实就是用假话试探，让对方暴露隐藏的秘密。在《折狱归鉴》里边呢，有这么一个事儿记载着，说的是呢，北魏定州有那么一对兄弟，哥哥叫谢庆斌，弟弟叫谢思安。2个人本来呢是行军打仗的士兵，因为犯事呢被流放到扬州。这个弟弟呢不想在这里服役等死，就偷偷跑路了。他哥哥呢怕担责任，就是在城外找了一具无人认领的尸体，一口咬定呢这是自己弟弟谢思安，说自个弟弟是被人杀的。尸体下葬的当天呢，很多百姓都来围观。他确实他找这具尸体的模样和他弟弟谢思安很像。这时候他又请了一个就跳大神似的一个女巫叫杨氏，在旁边添油加醋，说神下来了，说我看见这个谢思安的魂了，一会儿又说谢思安被人杀的很惨。所以这些观众呢对这个尸体的真实性就没有什么怀疑。这时候他哥哥谢庆斌呢一看铺垫做的差不多了，因为他说他弟弟谢思安是被杀死的，冤有头债有主嘛，他就诬陷一同被流放到这儿的一些朋友，一个叫苏贤甫，一个叫李盖，说这2个人呢是杀他弟弟凶手。这2个人就被官府抓起来。这官府呢你得对这个事有个结论呢，所以这些这当官的也偷懒，严刑逼供之下呢，这个苏贤甫跟李盖被屈打成招，2个人就判他俩死刑。那么在判死刑之前呢，北魏的太守李从来到扬州。这李从听说这个案子之后觉得有点蹊跷，说你先别行刑，我再问问。这时候李从呢就秘密的派遣2个人去调查这个事儿。这2个人呢都是外地人，是生脸，所以扬州城内没人认识他们。有这么一天呢，这2个密探呢就来到谢庆斌家里，其中一个人对这个谢庆斌说说我住在北周，离你这儿呢有个100-200里地。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人从我这儿经过，并在我家里边投诉。晚间我跟他闲聊，就发现他有点奇怪，鬼鬼祟祟，我就追问他来历。他说他自己是被流放到扬州服役的士兵，名字姓谢，叫谢思安。我一听，我说你这跑出来，你在我店里住，这漏出去了，我担责任呢，我得把你押送官府。他苦苦哀求说，哎呀，你干点好事吧，这个你要如果不追究我有个哥哥叫谢庆斌，在扬州城里边，我嫂子姓徐，你要放过我呢，你就去找我哥哥去，我哥哥必然会重金相谢。那我这阵我也不走，我在家里给你干活。你说你把我抓到官府去，你也什么报酬没有，你还不如上我哥哥那儿呢，要俩钱挺好吗？结果谢庆斌听完这几句话之后，吓得惊慌失色，赶紧拿钱给2个人封口，并且再三嘱咐你2位可千万别说不要报官。这2位从谢庆斌家里出之后，马上向李从汇报。李从下令立即给我抓捕谢庆斌。谢庆斌一看这事儿漏了，让人给炸出来了，不得不把自己所作所为全盘托出。这么2个受冤枉的士兵这苏贤甫跟李盖被第一时间释放，获得补偿。几天之后呢，这谢思安也被遣回扬州，连带之前帮着谢庆斌造假那跳大神的杨氏也被抓来痛打了100大板。所以这桩荒唐的案子这才算结束。所以在这个案子里边呢，李从用的就是绝术当中的诈，他是利用犯案者的心虚呢，用合情合理的谎话诈出真相。
咱们现代警察办案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用这样的方法，用在罪犯身上呢，有时候它也好使。所以这是诈。第二个诱，引诱的诱，这个诱呢，就是用某种手段呢，让嫌疑人上当，继而在无意当中呢，交出证据。这明朝文学家冯梦龙啊，他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唐高祖年间呢，皇帝李渊接到一份御状，告御状的呢，是有一位这个大臣，他告的谁呢？权臣李靖，就风尘三侠里边裘然客红拂女李靖，就那李靖，说他意图谋反。接到御状之后呢，李渊心里非常矛盾，他既不信又有点信。不信是因为呢，李靖是李渊手底下的得力干将，唐朝啊能够版图扩大到这个规模，李靖是功不可没的。他有点信是因为李靖手握兵权，这个智勇谋略样样精通，如果真想造反呢，这危害太大了。所以这李渊呢还有点心虚，所以权衡利弊之后呢，李渊就决定派遣一位御史，去当时李靖驻地的齐州查明真相。这位御史呢向来对李靖非常尊敬，他知道李靖这个人呢为人忠良，刚正不阿，绝不会干大逆不道谋反的事，他谋反早就反了。所以同时他对那位告状的大臣也有耳闻，知道这个人擅长权谋，比较狡诈，而且平素里对李靖比较眼红，所以他心里头已经确定这李靖是被诬告的，他想证明李靖的清白，他必须得想一个对策。他琢磨来琢磨去想个招。走之前呢，这御史请求唐高祖李渊说，皇上啊，说是我对这个情况不太了解，最好呢让这个告状那个大臣跟我一块儿去办这案。李渊一听说行啊，你们一起去吧。临行前呢，李渊还专门对御史交代说，如果李靖真有谋反想法，你不必念及旧情，立即诛杀，马上杀。就这么着呢，这个御史呢和告状这大臣呢一行人呢走了几个驿站，就奔这个齐州去了。走到半道上呢，突然这一天管行李的随从跑过来跟御史报告，大人不好了，这位大人写的那个告李靖的状子不见了，可能丢了。把卷宗丢了，这是多大的事儿啊！咱们也知道最近有个新闻，那不是最高院的卷宗丢了吗？这引起了很大的波澜，连崔永元都掺和进去了。所以这御史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下令把这随从给绑起来，用皮鞭抽打。你怎么弄的？玩忽职守。打完之后呢，这御史很抱歉，就对告状的大臣说呀，这出了气之后咱得想后果啊。我是奉旨来查办李靖谋反的案子，结果把您写的状子给弄丢了，这个失误我是要掉脑袋的，但是你陪我一块办案，你也得负连带责任，你就不掉脑袋也要丢官罢职，我对不起你，我是死不足惜，我连累你了。这位告状大臣一听吓坏了，赶紧问御史有何对策呀？御史把他拉到一边，咱俩说点悄悄话，不行啊，你再重新写一个状子，那反正这原来的状就你写的，你也不费劲，咱们就当这状从来没丢过，继续办案怎么样？你不说我不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皇上他不会知道的。这边告状大臣想想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就这么着吧。所以利用在驿站休息的空当呢，这告状大臣很快又写好了一份状子交给御史。御史回到房里头呢，其实那状子没丢，他把这两份状子拿出来一对比就乐了，马上命人把这大臣给我绑起来，不用去齐州了，掉头回朝。御史回朝之后呢，唐高祖李渊挺纳闷，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啊？他没去啊，说你干嘛？这御史把两份状子拿出交给李渊，说皇上你看看就知道咋回事。李渊一看就发现问题，这两份状子上面关于李靖谋反的申诉出入很大，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甚至还多出好几项罪名。这就说明什么？告状大臣是捏造事实对李靖进行诬告，编的。所以李渊大发雷霆，命人把告状大臣押至朝堂上亲自审问，果不其然是诬告没错。李渊最终呢把诬告这大臣呢判了死罪。所以这种事呢其实不是大唐才有，历史上还有个类似案件。就三国时期呢，曹操曾经接到过一封匿名信，这信里边呢不仅诽谤曹操，还嘲讽朝政。曹操看完之后火冒三丈，命令立刻立案侦查，一定要查出写匿名信的人。当时担任魏郡太守的国渊主动请缨调查这事儿，但要求呢，曹操你别公布这事儿，你别对外说这匿名信怎么着，就当没这回事儿。国渊就把匿名信拿回家里仔细研究，
发现信当中啊引用了很多东汉时期张衡写的《二京赋》里的文句。这张衡呢任过这个太史令，也是地动议的发明者，也是文学家，他的《二京赋》当时是很有名。于是这国渊呢心生一计，他用引诱的方式呢引诱嫌犯的自投罗网。国渊当时呢就找来了掌握考核官吏政绩的官员，官名叫公曹。他对公曹说呀，说魏郡辖区广大，现在虽然是首都呢，很少有喜好学问的人，你得选拔一批聪颖好学的少年。我准备呢选拔这些人才呢，我给他们找老师让他们学。这公曹选来选去呢，选出3个人。国渊就接见他们，说你们学过啥呀？这人说我学过这个学过那个，没人说学过二京赋。国渊就对他们说，说你们学的东西不全面，这个前朝二京赋啊，那是增加见闻丰富知识的名作呀，很多人都忽略它了。你们呢要能把二京赋读懂它，了解它的含义，就说明你们孺子可教。这3位少年呢其实也都家里有点门子，一看呢上头希望他们读二京赋，马上找这个熟悉二京赋的高人。结果找着这么一位，他们把这消息报告给国渊，国渊就命令这3个人马上找那人学习，并且亲自写了一封信让少年带给他们，说一定嘱咐这位高手得给我回一封信。结果这个人看到信之后非常得意，说堂堂太守呢都对自己另眼相看，于是就洋洋洒洒给国渊回了一封长信。你琢磨呀，这信里当然少不了引用二京赋的内容，他是二京赋的专家。所以国渊把回信跟匿名信进行对比一看呢，无论是从字迹还是语气上，都出自一个人之手，当即就下令把这人抓捕归案。所以您看这2个案件都采用了引诱的方法，诱的关键在于自然和主动。自然是手段，主动是结果，让嫌犯在毫无怀疑情况下主动上钩，主动交出证据。应该说这个诱是很高明。那么第3个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挑拨的方式来分散犯罪团伙的凝聚力，来达到互相指证让他们内讧的目的。这在兵法上呢叫离间计，在侦破手段上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囚徒困境。囚徒困境这个词呢是1950年一个美国人提出来的。他这个囚徒困境这词出自一个案例。案情是这样，有2个人呢共同作案之后被警察抓住了，各关在一个屋子里接受审讯，他俩是见不着面的。警察知道2个人有罪，但缺乏足够证据，需要口供，所以警察想个办法，就跟2个人分别说你们2个人呢如果要都抵赖，谁也不承认，因为证据不足呢可能就各判你们1年拉倒了。但是你2个人要都坦白，那就各判8年。如果2个人当中呢一个坦白，另一个抵赖，那坦白的我们判他无罪，抵赖的判他10年重刑。这2个嫌犯听了警察话之后呢，心里都算计一番，因为见不着对方所以他们各自算计的都是自己利益最大化。他们都怀疑对方会为了逃避刑罚选择坦白，同时他们也在想，即使双方都坦白，都被判了8年，也好过抵赖被判过10年。所以2个嫌犯呢都选择了坦白，各判刑8年。你想，如果他2人都抵赖，各判1年，这比那个足足多出7年。所以囚徒困境所反映的呢，就是人的自私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他也考验了人在面对利益的时候，是合作还是背叛。所以虽然囚徒困境这理论我说是50年美国人提出，但实际上我国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人用类似的方法破关。这根据南北朝史柳庆传里边记载说，南北朝时候呢，后魏雍州境内有个姓胡的人家，家里呢被一帮劫匪洗劫一空了。因为属于特大抢劫案，所以县衙门接到报案之后呢，马上展开大规模搜查。可查了很久呢，也没查到劫匪踪迹。为了尽快结案呢，这县官也糊涂，就把失主的一些邻居抓来了，说反正你们有嫌疑，都关进大牢，想草草了事。这些失主的邻居就受害人的邻居根本就不是劫匪，所以人人都喊冤不肯认罪。但是涉及的人数太多了，这事儿就越闹越大，一来二去呢就传到这州政府里头了。后来雍州别驾柳庆接管了这个案子。说到这个柳庆呢，咱们可能有的朋友知道，就他是历史上有名的破案高手。有关他破案的故事呢，在很多古籍里有记载，有一些文言文故事呢，甚至都进了咱们语文课本成了范文了，流传到现在。可见柳庆这个人的破案能力非常强。所以这次呢，州里派柳庆来调查这事儿呢，看重就是他的破案能力。柳庆接手之后呢，
他先是亲自审问了这老胡家邻居，一审就知道这些人是冤枉的，就连这个受害者本人也不相信抢劫事是他邻居干的，所以立马他把这些人放了。随后呢，这个柳庆啊就仔细研究了一下犯罪嫌疑人心理，他认为这些劫匪啊虽然很多，但是乌合之众，彼此也不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团伙，也没什么交情和信任，如果对他们进行挑拨呢，很有可能会造成人心涣散，互相告密。于是柳庆呢假装就写了一封匿名信，假装是犯罪嫌疑人来的匿名信，让人贴在县衙门上。这封匿名信是这么写的，说我们呢合伙劫了胡家，可是我们这会儿很杂，什么人都有，迟早有一天呢会把抢劫的事泄露出去，我也不想天天惶惶不可终日活着，我想去自首，但是又怕自首呢被杀头，如果衙门能答应我，我第一个自首你就免我罪，我就来投案自首，我也可以检举揭发。这第二天呢，这匿名信贴出来，柳庆又命令人贴出一张告示，宣称我代表政府郑重承诺，对带头自首的人保证免罪不究，盖上官府大印。果然也就过了2天功夫，广陵有个叫王元新的人，他的一个家奴被王元新反绑着双手来到这个县衙门这儿来，说他来自首来了，我的家奴犯了事儿。随后自首的人一个接一个，因为来自首的他衙门告诉他别吱声，结果这样自首的一个接一个，通过这些人交代，其余的嫌疑犯很快就全部落网。所以这是一个通过挑拨离间来制造猜疑，最终达到离间犯罪团伙目的的案例。所以人心一散，这案子就好破了。这和现代的囚徒困境理论呢是如出一辙的。这个案例可以说是我国历史记载的最早用囚徒困境破案的案例。所以呢，到今天为止呢，我把这古代侦破手段系列3期节目就都说完了。如果大家呢觉得不过瘾，或者有更好的故事分享的，你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下边留言。总而言之呢，就我说这个舞听技术、验尸技术，再加上今天咱们说这个决术，这是中国古代侦破技术的核心，而这些核心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破案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